人生病了到底应该怎么治？我被我家这3个外国女性震惊，三观撼动了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我的小姑娘玛丽莎最近有点小问题，姨妈来了20多天，然后肚子疼的不行。我妈虽然烦温迪在铁岭待着，不来跟她见面，但是听说玛丽莎这事儿也挺惦记，让我领着她去医院看看。温迪说：“哦，谢谢你的妈妈，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”然后照顾的我目瞪口呆呀。他们的照顾方式就是1片去痛片，1桶冰淇淋，再加上1大杯冰可乐，再疼再来一次，拿冰激凌和冰可乐去服用去痛片。去痛片被顺进胃里的时候也懵了，要不我走，那个去痛片都得吃个去痛片缓缓，去痛片都得吃个去痛片缓缓。我就忍不住问温迪，我说你年轻时候肚子疼也冰可乐加去痛片啊？温迪说啊，我不一样，我得加伏特加。才让我告诉你，去痛片加酒，药效变3倍，特别的省药。我说药节省下来了，命浪费了，人没了，药没吃了。你们别听他这歪理啊，吃药可别喝酒。但是我最近这不也不舒服吗？他就在我旁边一直唠嗑。我爸嫌他太闹，就提出领他们所有人去按摩艾灸，也正好跟他们输出一下养生文化。到了之后，那温迪那个嘴呀，就一直在问问题，指着那个穴位图问我爸，为什么这个可怜的男人浑身都是病？为什么他的脚还能得便秘呀？拿铁看着那个按摩店的床有个窟窿，就跟我爸说：“老爷，你把奶奶的脑袋装进那个洞里去，他就不能说话。你把他脑袋伸进去吧。”我爸说：“我外孙真有出息。”于是我爸就请温迪做按摩，开背，让他头朝下，这样他就不能说话。没想到温迪那就跟孙悟空一样啊，脑袋塞进窟窿里也说话，给他做艾灸把他关小盒里也说话，浑身拔着罐子他也说话。温迪1秒不停，都不给按摩师一个劝他办卡的气口，压根插不进嘴。最后经过温迪和按摩师的交流哈，这个按摩师都自我怀疑。你说从饮食上，他们吃的东西非常简单，最廉价的碳水，而且一点蔬菜不吃，身体不管出现啥问题，不是冰水就是冰敷。生活习惯上主打一个拥抱寒凉，去任何地方都是抢正对着空调的地方吹。到内蒙再冷的晚上也是大裤衩子配拖鞋，在加拿大即使是下雪也坚决是大棉袄配大裤衩，以一己之力向苍天求一条老寒腿那种感觉。但是很奇怪呀，你看他们虽然是跟养生反着活的，但他们体力极好，精力极其旺盛。所以我想啊，可能啥调理都不如他们一个心大有用。心大心里不装事儿，所以他们睡得好，尤其有慕斯床垫睡得更香。咱家这慕斯床垫高分子太空树脂球，搭配德国进口的阿胶弹簧和穆勒3D 材质，支撑贴合好，又舒缓压力，还贼透气，真是家有慕斯睡得香。最后那按摩师傅决定不加钱，免费给他走个罐，给温迪疼的呀，在床上像一个翻滚的大白鲸，但依然一直说话。我爸不在屋，温迪就一直进攻按摩师，问人家：“哎，我看电影，你们中国人可以点穴，一点这人就不能动，不能说话了，你会吗？”按摩师说：“失传了。”温迪说：“咋还失传了呢？”按摩师说：“咋就失传了呢？”老铁，你喜欢奶奶吗？喜欢奶奶，咱应该走了吧？不知道啥时候走啊？不走了吧？不走了吧？混血孩子到底咋上国籍？这事儿老有人问我，今天跟你们唠一下。父母不一样国籍的孩子，在18岁之前可以暂领父母双边的国籍，等18岁成人的时候再做出选择。你选择了这边，另一边就立马作废。所以理论上啊是2边都行，但实际上我家张大铁呢却一个都没有，当了2年黑户。因为啥呢？孩子出生在中国不得上户口吗？我也不知道当时谁跟我说的，说上户口啊需要父母双方都在。而孩子出生时候呢，我老公身在加拿大回不来，中国这儿的户口就没办。但是身在加拿大的大胖媳妇呢是个急性的，拿着他儿子的照片就去了加拿大落户的相关部门，到那跟人说我呀有个儿子，你呢给他上个身份。人家说你儿子呢？他说在中国呢。人说那啥时候离开的加拿大呢？他说他也没来过呀。人说那怎么证明照片上的孩子是你儿子呢？大胖媳妇又拿出一张照片，你看照片上这人，他是我媳妇儿，他当时走的时候啊是怀着孕走的，现在生出来的这个呢，应该就是当时怀的那个，人家以为这人有病呢，就没给办。所以到今天之前的张大铁呢，既没中国身份，也没加拿大身份。但是现在他爸回来了，我得给他上户口，我得先去给他补办这个出生证明。我到了医院，我说你调一下这个张大铁的资料档案，人医院一查说查无此人。咋回事呢？拿铁2年前出生的时候吧，因为他出生的比预产期早太多了，我没准备好，生出来医生就说你孩子叫啥，我得赶紧录入系统。我说要不然医生您就随便写个代号吧，医生就写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写的代号是啥，所以系统也找不着。最后我跟人医生说的，他出生的几时几分，病房号是啥，费尽周折在医院档案里找到了这个人，代号张彩玲之子，还有个备注，生母说先随便写个代号，然后当时还有10分钟就下班了，工作人员就说你赶紧的，你要开着出生证明，出生证明上的名就是户口名。我一着急，我说改，叫拿铁。工作人员说啥拿铁呀？我说张拿铁，啪。然后今天我拿着孩子的出生证明，孩子他爸，还有哄张拿铁的妙可蓝多奶酪棒，顶着30几度的烈日，前往了铁岭市红旗街道的户籍科。俺家大胖媳妇那真是容光焕发，就行使父亲的责任，丈夫的义务，自认为自己非常重要。结果到那儿发现根本不需要他，人工作人员喊了一声结婚证。
他噌一下站起来就过去了。人家说拿回去，拿回去。闹半天不用他了，积极准备全都白费。办户口的全过程就用他2件事：一，拿铁水洒了，他拿着公安系统的拖布给人拖了一遍地；二，等的时候又热又饿，大胖媳妇打开他隔热的恒温袋，里边是一把给户主冻的奶酪棒子。俺一家就开始边等边吃。真的，爸爸妈妈们，这妙可蓝多奶酪棒，冷冻过之后，它凉但不拔牙，它奶但奶的恰到好处，这一冻简直是冰淇淋的口感。办个户口吃了半斤，我还得再囤点。办完，大胖媳妇抱着儿子回到了家，非常开心，说儿子终于有身份了，假期的时候可以带着他回到他的祖籍加拿大游玩一下。我说你等一下，你细品啊，张大铁现在民族汉族籍贯铁岭，现在所有的身份方方面面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个汉族男子张大铁啊，他不光不会说英语，他还没有加拿大身份，他不光没出过国，他还出不了国。回到我奶家，老太太挺愁，问我那挺好的孩子，真叫咖啡呀？我怕老太太上火，我说不是，叫那个张举纲。我奶说啊，那还行，我寻思你们2口疯了呢。大胖媳妇很困惑，自己查词典说举纲和拿铁不是一个意思，都是石起金属。那你把拿铁改成举纲，那不白举纲，那不白举纲。几杯，还有不可乐，干杯。张大铁这周去幼儿园了，这几天我就观察他，我发现我就是生了一个2岁半的老干部，一言一行都是非常的社会和老气。我为啥说他社会呢？他去幼儿园，班级另外那俩都2岁，小老弟儿，张大铁是老大哥。去的第一天，我把他送进之后，我出来就很惦记。人张大铁正吃午饭呢，我控制不住了，给人老师打电话说今天要不改成半天吧，我这就去接他。然后呢，人张大铁本来待得挺好，被老师莫名其妙给领出来，提前放学了。把他领出来的时候，他都没反应过来。怎么走呢？往家走的路上，突然间让我第一句话：你想吧，你干什么来？我一会儿就回去。没一会儿。我还问我说谁是迪兰啊？回家我才想起来，他有个同学叫 Dylan， 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到他嘴里就变成迪兰了。他老气的第2个表现就是特别淡定，淡定的不可思议。我昨天晚上领他们去主题公园玩了，正好赶上万圣节活动，满公园都是 NPC 在那装鬼吓唬人。大胖媳妇就抱他过去了，有一个 NPC 呢满身是血就过来了，把我吓坏了。我寻思这张大铁不更得吓尿裤子了？结果这个女鬼往这边走，一靠近张大铁，张大铁的反应是给女鬼吓一跳。这个幼崽见到鬼的反应真是见鬼，真是见鬼。早达虽然害怕，但是还是忍不住有好奇心，一直往前看。而张大铁完全不懂这种装神弄鬼文化的意义何在，自己在那叨叨。幼远点。我以为张大铁这么淡定是因为他没明白咋回事，没想到他明白，而且他还哄他姐。都是假的。他爸也跟拿铁说，对，你告诉你姐都是假的，他们都是 NPC。回家的路上，拿铁看他姐还害怕呢，但拿铁不懂英语，他告诉他姐，不要怕姐姐，看我的是切鸡尾，看我的是切鸡尾。张大铁还有个特点，他还洁癖，给他脸上涂那小南瓜，人别的孩子都很喜欢，他一直要去厕所洗脸，玩了一天，照的片片的，回家立马换衣服，换下来脏衣服都不知道沾了多少细菌，我闻还有点馊，搁以前搓完还有味儿，去味儿还得除菌，赶紧用上利百卫士植物除菌洗衣液，西双版纳茶树精油除菌，洗完是不刺鼻的茶香，拿铁秒变抹茶拿铁。然后在主题公园，拿铁体验了人生第1次坐过山车，上了过山车，我在前面喊的跟个大傻子似的，张拿铁全程一个表情。我们去做一个类似激流勇进的项目，他姐吓完了，张拿铁呢全程就一个事儿，跟在座各位大恐龙大蟒蛇打个招呼。那传到高处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浮冲给我吓完了，我嗷家伙一声，张拿铁面无表情。下车的时候，张大铁问他爸：“刚才是谁在那嗷嗷喊？”他爸说：“就是你妈。”不扯。